Hello， 大家好啊！这期视频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被总是忽视了，但是很有潜力的中国拳星，他就是有着酷刑者之称的顾辉。2018年12月15日，顾辉对战日本选手长岛雄一郎。很多人可能对长岛雄一郎这个选手不熟悉，小编在这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长岛雄一郎是一名非常特殊的选手，他因为喜欢 cosplay， 被人冠以伪娘的冠荣称号。但是这不意味着长岛雄一郎没有实力哈。24岁他就成为了联盟超次重量级冠军拳王，他曾经击败过尾原龙二、中原红贵等众多的日本名将，并且 KO 了日本最优秀的 MMA 选手青木真也，成为2010年 K1 日本冠军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对决吧。比赛一开始，顾辉就打得非常的漂亮，一个高鞭腿直接扫中了长岛雄一郎。开局啊，顾辉的开局打得非常的漂亮。长岛雄一郎，日本名将啊，他在中国呢非常的有名气。这个前手平勾拳啊，势大力沉，曾经2次击倒武松一龙。其实长岛雄一郎的战斗力并不低啊，他跟很多中国的名将都有交过手，包括也跟徐岩交过手。当时徐岩是用很快的速度就 KO 了他，这次不知道顾辉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啊？是的，因为顾辉从上一次临阵来挑选来他来跟克劳斯对阵，表现得非常的完美，对，战胜了克劳斯。那场比赛让顾辉啊成为 K1 终结者，对，终结了 K1 初代王者克劳斯。其实长岛雄一郎也可以代表 K1， 他在 K1 也征战了几场比赛。是的，也对阵了很多的日本的他们自己本土的名将。顾辉这个后手哦，有点晃啊。这是一个连击的动作，裁判在警告顾辉啊，在倒地之后不要再有攻击的动作。大家有时候不要被长岛的这种节奏迷惑啊！他在很多次比赛当中都是以这种看似散漫的打法，然后忽然出一个前手的冷拳，很重。但是呢，这时候顾辉呢也是，顾辉今天状态也很松弛啊。而且长岛其实平时的体重啊，在78、80的样子，这次是打70。顾辉呢平时的体重就是72左右。对。力量上呢，长岛会有一个巨大的优势。但是我觉得顾辉这次在心态上把握的非常好，可能是跟他上次战胜克劳斯有关啊。对，打得很放松。然后直接一个飞击，又正中了长岛雄一郎的面门，紧接着乘胜追击，一道组合拳轰了上去。第一回合就打得长岛雄一郎喘不上气了。顾辉要看清楚，打准，不要盲目，打准，右后手很准。长岛也受到了几次重击啊，又一个后手，又是一个后手。顾辉再把头抬起来，再看准一些。第一局可能是受到第一回合的影响，第二回合还没有开始一会儿，长岛雄一郎的眼角就开始被顾辉打得挂彩了，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蓝方长岛雄一郎，红方是顾辉。今天谁赢得了这场比赛呢？还要再打一场，争夺今天晚上4人赛的冠军，也同时呢获得诸神之战16强的资格。现在顾辉这个后手落点很准呐。对。转身边拳。这个顾辉这个后手很轻易的就能穿过手臂的防护打进去啊。对。长岛现在的报价很松啊。对。而长岛这个右眼角啊，现在已经挂彩了，右眼的下方已经肿起来了。俗话说，趁他病要他命。在接下来两人的对局中，顾辉都有很多漂亮精准的打击，看起来完全就像是一个在打一个在挨，这让小编都不禁为顾辉心疼了一下。毕竟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每一次顾辉打在长岛身上的拳发出咯嘣脆的声响时，小编就一阵揪心，场下的观众更是欢呼声一阵接着一阵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就像大家预料的那样，长岛很快就血流满面了。毕竟一直挨打，想不流血也说不过去，最终满头大汗，顾辉毫无悬念的赢下了比赛。
确实，打人是个体力活，一直打一直试。影响，因为他打不出来。对，哎，你看好，顾辉这个迎击，对，好，击服，打准，顾辉要打准，打准，看准，有机会，再来，这时候长岛脸已经开口很严重了，血流满面了。对，因为现在的血是出的最多的时候，血是不能流到眼睛里面。其实我们要注意啊，在第3回合的时候，顾辉还是在游动中做打击，对，并不是压着对手做打击。对，你看顾辉是如何执行这个比赛的？比赛继续开始。前手，顾辉是想抓住机会啊。对，他明显感觉到对手已经处于下风，他想抓住机会。但其实呢，双方拼拳的时候是长岛的一个优势啊。对，长岛经常会在拼拳的时候KO 对手。但是顾辉很聪明，你看，顾辉在拼拳的时候是利用步法的，对，距离呢是自己的距离，不给对手以拼拳的这种换拳的距离。而且他有左右的这样转换移动，很聪明。一击以后就往2侧游走。对，游击战啊。典型的游击战，你看，这个游击多好！对，长岛根本打不到他。长岛的距离完全是找不着顾辉。又是，你看，对，一个侧闪之后前手平勾。对，又是，很聪明的让出来了。非常聪明，他并没有把他堵到脚里面来打。对。好，前手，非常漂亮。长岛还是想换拳的。你看，好的，漂亮。这时候就是直进直退，对，只能直内。可是顾辉的前后左右经常能够变线的移动，运动轨迹非常多，对，让长岛难以琢磨。他已经跟不上顾辉的这个方向了。对，而且他在想往里进的时候啊，所谓顾辉呢还能在这过程当中给他以前后手的一个干扰，对，非常漂亮。你看，又是一个侧闪的同时出拳，对，在后退的同时突然一个后手进去，对，打完以后马上转变方向，前手控制漂亮。同样都是移动中做动作，非常的漂亮。游击战一个典型的教科书式的打法，很漂亮，顾辉把握住啊！已经听到倒计时的声音了。长岛倒在地上，好像知道自己已经输了。长岛这次确实是。各位观众怎么看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哦。